现在都11点半了，早上出去排队洗了个车，排了1个小时，然后又给2个客户，一个是处理了一个燃气热水器不点火，大过年的，本来今天是放假，然后又给一个装修公司处理那个浴缸的那个下水，现在回来都11点了，关键是干了1年了，我家的水龙头，这是卫生间的，差不多漏水漏了3个多月，浴霸坏了也有1个多月了，一直都没有时间换，其实早都买回来了。这根套线呢是厨房的，套线都掉了，旁边这个是拿胶带粘的呢，临时固定。今天这点时间呢，赶快把自己家的问题先处理处理。1年了，光奔波于别人家，自己家的问题一大堆。这个水龙头呢，这买的是那个9什么的啊，我都不说了。这是大品牌的，最起码质量靠得住。要不然你换个杂牌子的，用个3、2年它又坏了。先换水龙头吧，然后换浴霸，最后粘这个扣线。这个水龙头现在是它一直从这儿滴水，这个应该是阀芯里面的阀芯估计也不行了，关键它的问题太多了。上面这个也转不动了，本来这种龙头它是可以活动的，哎，你看这搬不动了，这个位置也有点锈死了。关键这个漏水就太厉害了，这个漏水的话，一天也不少漏，滴滴答答的。这东西呢，对于我而言呢，你说修吧，换个阀芯也可以，在这个修的过程中呢，也容易哪个零件拧坏了，修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案。所以说，我现在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，全部都是换，一劳永逸嘛。你今天修好了，哎，再用几个月，这儿又不行了。这个起泡器早都不在了，这个起泡器让我拆了。你看这个水管都成啥样子了，老化的多严重，都是那种僵硬的。而且像这种情况吧，往往这个水管是拧不下来的，拧的时候嘎嘣嘎嘣响。拆不下来了都。这个也不重啊，这个分量也特别轻，还是我买的那个重，刚才感觉不一样。我家这个热水和冷水放出来其实差不多，水差不多大小。这是热水，看差不多。现在处理第2个浴霸，看我家的浴霸，灯能亮啊，换气也能用。看，取暖就不行了，吹风取暖都不行了。为啥要换呢？这个浴霸其实差不多持续1年半了，即使是在这个取暖能用的情况下，它也是大概用个4、5分钟以后开始吱，那个响的特别厉害，所以说也没修的价值，直接换吧。这浴霸说白了，厂家成本价也许都不超80块钱，但是咱们买的它不便宜，咱们也得有个200、300吧。拆下来只能扔了。听这个换气的声音啊，哎，里面也太脏，多少年都没有拆开过。我先把电给断。哎呀，这浴霸也不是我装的，那会儿我都不在。这线看的也是一头雾水。这家伙还挺重。
这都属于老款的了。这都是加热片儿，然后配里面一个风机。我估计每次响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风扇吱吱吱吱吱吱老响。行了，我先不研究了。然后我把这里面2个小电机拆出来，这2个小电机还能用。先把这个新的给装上。我买的这个还是这种按键式的，这个要比触摸式的耐用，触摸式的容易坏。按我的判断，这个就是取暖了，因为这个搭着电的时候啊，火芯太大。因为这个控制线都是一个颜色的，也只能这样试了。最后一根这个搭到火线上，它就不打火，不打火，因为我的灯没装嘛，它不带负荷，不带负荷它就对吧不打火。我判定这个就是照明。现在我把线接好，通电试机。这风足了，把这根多余的线就不用了，这个线还带电。是吧？又弄好一件儿。哎呀，这个扣线呀，这打点玻璃胶吧，能粘住粘不住。一点，这有个缝儿。这个也不行了，这个也弄点胶。这家里面的灯，这个灯一会儿还得擦一擦。